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郭正亮委员、黄伟汉先生、赖时报委员、徐小琴议员、林珍宇议员。晚安。好，那么拜登说话啊，他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走廊啊。那显然他们已经看到以色列想要去占领哦。他先把这个加沙走廊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先从北方赶到南方，100多万哦，一共200多人，100多人过到南方，那要干嘛到南方？如果人都到了南方，那北方要干嘛？啊，他是不是想要入侵北方？这是一个啊。不过今天又传出来说他还去轰炸南方，如果真的是这样就不该，但是这还假的啊。那布林肯说，美国总统拜登礼拜3要赴以色列，明天就要到以色列去了。可是美国都重视以色列这样的地方哈。那《纽约时报》说，将为白宫带来安全跟政治的挑战啊。那也不得不去了啊。那么另外呢？美国的卫星影像说，以色列在加沙边境部署了400辆车子，然后呢，准备积极入侵地面，先炸嘛，然后就入侵啊，入侵以后还出不出来啊？因为加沙已经经过4次越来越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了啊。然后现在吃了这么一点点，然后再从北部再占一半，加沙就真的非常小了哈。另外，美国还派了4000个海军跟陆战队到以色列，现在是驻扎在军舰上，没有登陆，在军舰上等啊，所以呢，要防止哈马斯的冲突扩大啊。其实以色列的军队已经够了啊，以色列军队是很强的啊。那个阿拉伯这些国家其实根本不是对手了，但是美国还是要表态，表示我们支持以色列啊。那另外呢，这个美国最高将领、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利拉也去访问以色列，确保以色列的需求呢，防务需求是被满足的。但是伊朗也警告说，以色列如果这样狂轰，而且还要进驻的，还要侵入呢，我们要发动先发制人，伊朗要先发制人的攻击啊。那攻击谁？怎么打？怎么攻击啊？那另外呢，以色列现在有199个人质被抓嘛，那他们说巴勒斯坦说要换6000个，哈马斯换6000个巴勒斯坦人质。不过他们说这个以色列这6000个已经被关起来了，早就被以色列关起来了。这199个以色列人质到底还剩多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通讯网也断了，然后以色列一直去轰炸，那轰炸有没有炸死他们？好，还是炸死的都是巴勒斯坦人？现在情况一片混乱，我们看一下。The Israeli government right now is genocidal. 拉布条喊口号包围白宫，怒呛以色列。16号，白宫出入口遭挺巴勒斯坦示威民众包围，高喊反战，为加萨人民发声。但这些声音似乎难以撼动政府立场。On Wednesday, President Biden will visit Israel. 布林肯证实，拜登将亲访以色列。白宫也公布拜登听取国家安全团队简报的照片，预计周3前往台拉维夫和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会面，还会前往约旦安曼与阿拉伯领袖见面，希望化解这波以巴冲突。过去几天，布林肯连续走访中东7国，为以巴斡旋。尽管国内有反战声浪，不过 CNN 最新民调超过70%美国民众同情以色列人民遭遇，美方积极调停，毕竟除了美国。And in particular, making sure that we can try and get the Rafah crossing open. L'aide humanitaire doit pouvoir entrer à Gaza parce qu'il est inacceptable. 欧洲领袖们同样四处奔走，连俄罗斯副外长也发声忧心冲突外扩。在以巴地面战爆发前，各国积极奔走，希望透过外交管道化解危机。郑亮兄怎么看？那个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已经出来说，以色列没有兴趣占领加沙啊。那他那个400辆车有很大部分是泰迪熊的装甲推土机。那个作用就是它可以防地雷了啊，那往前推可以把整个楼都推掉，所以我估计他在加沙要做的，因为加沙 City 是在北部，那加沙 City 的人口就60几万了，他等于是要把加沙比较像样的建物全部都要推倒了，要不然让它变成废墟了。为什么呢？因为地道的入口都在房子里面，他等于就是一定要先把建物全部推倒。然后接下来才能进行地道战啊，可是他这个逻辑是矛盾的，因为地道
41公里长，有500公里的地道，所以一定是弯来弯去，然后有很多都通到南方啊。所以哈马斯不都逃到南方去，你又打不到。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军事目标的互相矛盾啊，会导致他没有办法收场。就你把建物都打掉了啦，结果哈马斯你找不到啊，因为他在地道里面钻来钻去，可能又跑到南方去了。事实上，美国在越战就吃过这种苦啊。越南的那个地道有2500公里啊，那美国打了4年，他消灭了4万越共。那后来有人写历史啊，说事实上在下面的有8万人，他打了4年还打不完呢、啊。那越共，我的意思就是说，哈马斯可能会用同样的手法，就是3不5时就隐蔽战争嘛，跑出来丢你一个手榴弹这样，那你就永远打不完啊。不，在目前来看，根本不必从地道走嘛，他现在地面就要你撤退嘛，对不对？110万的走掉了60万了。当你从那哈马斯也可以混在那个人民里面就跑了、啊，是啊，对不对？而且走不掉的都是老人、妇女跟儿童。哈马斯搞不好都走掉了，有可能啊。所以我就觉得以色列这个军事计划真的很怪。所以美国听说拜登要去以色列啊，现在传出来啊，对啊，要去啊，礼拜3去啊。他就是觉得说你这个行不通啊。但是问题，以色列这总理不见得听拜登的，那总理是很独断独行的。对啦，可是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坦白讲啦，就是说他要进展到一定的程度啊，因为你现在炸地面建物，死的都是平民啊，那国际会有越来越大的舆论反对嘛，而且我坦白讲已经发生了，发生就是国际恐怖主义了。今天在布鲁塞尔有2个瑞典人被打死嘛，基本上就是开始是大家同情以色列，觉得哈马斯不应该这样去乱炸了。对，可是当以色列报复如果过头的话，国际会觉得说。你这个太过头了哈！来，老沈怎么看？我接阿伦哥的话啦，你刚才讲越共当年跟美国打得这么惨烈，对，那现在越南跟美国好得很难，好得不得了，另外一回事。你不怎么一回事？这同一回事啊！站在历史的长流来看，这个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呢？所以不值得。原来你看想哦，对了，淡的好，那很多人都喜欢谁不值得？大家都不值得。最不值得是当时在越南死掉的美国军人。哎，对了，怎么死了个半天，打了半天死那么多人，而且是停火的前一个晚上死的最不值得。对。我告诉你啊，大家讲到俄乌啦，讲到以阿啦，就会联想到台海这3个地方。哦，这个老美说没问题，我3个地方同时照顾。但是其实3个地方是不一样的，不一样。你看俄乌的打法，没有人去劝杰伦斯基你停火，没有人哦。但是以阿呢，俄国劝他不要打了，美国也劝他不要打，因为打不得。你看看他小小的一个地方，400公里的隧道，这表示什么？这表示说，更狗的情啊。是非常的强烈然后呢，对敌人的仇恨的恨是非常的深的，这不是简单几句的给当概括的代志啊，所以你这么一个这种情况，其实没有人能够解决，除非你让巴勒斯坦建国，所以这个是很棘手的问题啊，你讲不了，美国也不反对啊，就是建国啊，为什么面积的问题？为什么在联合国各自这个可以谈呢？这个可以谈，它面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要去想我开始甚至想到比这个蓝白合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台湾你们笑什么？蓝白合台不是，我觉得我们台湾朝野应该抛弃一贯的成见，就好像说。这个游锡堃正常国家这正国会，那民进党就一天到晚就说这个组织还没参加，那个组织还没有去这个不像一个国家。也许这种思考要暂时摆下来，因为你看当年这一次什么都可以参加但是他选择很多不参加，联合国不去。你看我参加的只有倒霉而已只有尴尬的问题我要表态而已只有缴费我给了钱而已但是呢，你台湾很多国际组织你可以缺席，但是你一定不要忘记要变成全球的宠儿了。Everyone's a loving baby， 你知道吗？大家都爱我。对不对？那你可以说，在台湾海峡把所有周边的国家都请来，我走东我收灾大家这个地方外力不要进来，外力不要进来
只要没有战争，什么都可以谈。那为什么没有战争重要呢？因为我要让全世界、全球的人享有他们通航的自由，这普世价值呢？如果你安尼想哦，人根本较看不起你台湾，人还讲我台湾人是真巧，个人安尼讲搞哦，安尼有得搞。所以你今天在巴勒斯坦、以色列搞成这个样子哈，现在讲都无巧，都无搞啊，拢两边都是好战分子啊，两边都是斗狠的啊，两边都唔惊死啊，要平死来看向该用哦，所以这种就要想出别的办法啊。为什么拜登叫他不要占领？占容易啊。治理困难啊！你占了以后，这些你就要养哦，这些你有病你就要看病哦，这个麻烦大了，麻烦死，你丢给我管，我也不要管啊，对不对？所以哈，这个大家都要好好想，这时候一开始容易开始不好收拾的一个局面。来我看，我女儿昨天在问我哈，她现在国一生的，有说爸爸，我们薛老师说这个到底是以哈战争还是以巴战争啊？我说是以巴战争啊，好，老师说是以哈啊，是以色列打哈马斯啊。我就跟他讲说，对，以色列是想要歼灭哈马斯，可是他也会打到巴勒斯坦的平民。好，现在世界各国刚刚在讲，从第一天、第二天开始，美国 CNN 的记者、英国的主播在耶路撒冷的记者会当中，也对着以色列总理就提出这个质疑，他是不高兴的，他说我们被屠杀，你还问这个？可是你很难能够在歼灭哈马斯的过程当中不伤及平民，别的不要讲。他希望整个加沙走廊以北的110万人走，我那时候想说怎么可能走得了24小时？真的走了一堆人啊！现在在这个加沙走廊南部有一个城市，它叫做汉尤尼斯啊，汉 Yunis。它原本是一个很破落的一个小城市，40万人而已。此刻今天已经挤进100万人了，因为60万人就整个撤离了。那他的医院根本就是满满。他说公寓里面一个公寓40平的公寓收100个人啊。因为当然那就不是跟我们之前讲的什么台版柬埔寨一样，大家就睡在那边，没有床睡，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医疗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源，没有打仗，他们光是这样子，这个城市100万人挤了2倍多，会出问题的啊。然后这个仇恨会延续下去，有被杀的，或世界各地，不是只有在加沙走廊跟以色列，在世界各国，看起来都已经开始进行冲突了。好，那这个仇恨会继续下去，这是一个很难解的问题，因为现在以色列非常希望有一个能够让世人知道他们的强烈的报复，可他要怎么做呢？他要怎么做能够只歼灭哈马斯而不伤到巴勒斯坦对以色列并没有进行伤害的人？尤其实加沙走廊这一群人200万人，其实他们长久以来，他们说我们是露天监狱，他们就被以色列封锁，包含了他的这个资源、食物跟医疗等等等等，本来就已经对以色列就很感冒了。现在发生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其实那个仇恨是会延续下去的。好，《华尔街日报》说，以巴冲突让美国分心了，所以中俄坐收渔利。对俄罗斯来讲，他现在去打乌克兰，老美现在根本也没心去管他了。那中国呢，说现在可能可以觊觎台湾那到底会怎样？会不会行动啊？那另外呢，欧洲的反犹太主义浪潮再起啊。那德国警方严禁支持巴勒斯坦示威，其实法国早就讲了，法国前几天就说不能有任何这个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但是法国人还是照样去示威。美国在白宫外面也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因为基本上呢，就是说人数来讲，譬如在欧洲大概有500万犹太人，但是呢有5000万伊斯兰人，所以你这个人数差很多啊，所以他去示威，你说不准他示威，他还是要示啊，那看你要怎么办。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普丁到了北京，为什么今天大陆在办这个“一带一路”的论坛啊？而且呢，普丁会跟习近平单独密谈。当然，既然去了，怎么可能不谈啊？那俄罗斯打乌克兰以后呢，朋友剩的不多了啊，敢公开支持的不多了啊。那普丁就捧习近平说他是真正的世界领袖。他们17号这个峰会登场习近平会有一个主题演讲各国政要参加，不少国家的政要去参加那大陆驻尼泊尔的大使说，“一带一路”在推动
构建跨喜马拉雅山的网路啊，这个网路不是真的是那个电脑那个网路，是真的交通的网路，所以会让这个尼泊尔会从陆锁国变成陆连国啊，就是原来是锁国，那在喜马拉雅山嘛，都外面交通不通嘛，哇，这个将来会有这个铁路这样连了以后，哦，就跟外面交通就通了啊。那德国之声也问了，说“一带一路”是搞了10年了。那习近平当时有个中国梦，现在到底达到这个中国梦没有？是越来越近还是越来越远？哈，媒体这样问了哈，一下就是10年了哈。说北京已经调整战略了，要锁定拉丁美洲的自然资源啊。那另外呢，这个大陆这个学者哈，这个中国人民大学的学者啊，大陆学者啊，不台湾学者，他说呢，这个恐怕会适当收缩。因为情况也改变了那有些欧洲国家现在在抵制所以呢有可能会收缩，不像开始搞得那么大了哈。那另外呢，这个西方也认为说是挑战多于机会，所以西方是看衰的所以因为债务也增加了，战争风险也增加，这个叠加在一起了不过看起来大陆还是蛮重视的，所以开这样的会呢，要把各国的政要都邀请来继续推他的一带一路。我们看一下。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上午搭机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是他今年3月因非法遣送乌克兰儿童到俄罗斯，遭国际刑事法院发出逮捕令后第2度出访。大陆高规格接待这位老朋友，但没有太繁琐的接机仪式。普京下机之后，与大陆接机的官员握手，简单寒暄。一辆黑色加长礼车直接开进停机坪，由俄罗斯安全人员站在车旁警戒。普京随即搭车离开。北京机场这2天陆续迎来参与峰会的各国领袖与代表。大陆宣称共有130个国家代表出席，不过外界最关注的仍旧是中俄领导人的双边会晤。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习会谈将分2阶段进行，并可能针对最敏感的问题举行单独会谈。Участ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вносит очень важный вклад в успешное проведение данного форума, а также очень полезно для продвижения нашег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я и придаст новую энергию. 前一天，中俄2国外长举行双边会，会谈内容触及了中俄关系以及以巴情势。王毅赞赏普京支持共建“一带一路”，拉夫罗夫则透露，普京对于将和习近平会晤充满期待。来，赖伟，像这样子现在这一次的中俄的领导人，有普丁和习近平的一个高峰会，一个很重要对世界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宣示，就是他们一直想突破美国的单边主义或者是单极主义 ，single pole 这个。那以下来讲的话，你可以看美国还是霸权呢，世界霸权呢。以下来讲的话，我们上一趴讲的以巴战争。美国角色很重要啊，他强力支持以色列，可是又他说你打哈马斯不要打平民。好了，中俄现在合起来就变成挑战这个地位。我举一个例子美国的霸权有人这样分析3个时间点也都在衰退。第一个911，它要突破了，在2000年、2008年，全世界的金融风暴以美国为中心发生的金融风暴，全世界的。2023年的时候是出现什么金融霸权的问题？这个矽谷银行垮了，这3个点可以让世界看到说，美国其实它的经贸力量、国际力量没有像以前那么的强，所以它所推行的单边主义来讲，就不断的要被挑战。那现在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什么？就是全世界的金融支付 SWIFT。它这个美元支付的比例占多少？现在大概占的40%左右，而且这个比例是在往下走。那当然，中国大陆和俄罗斯要被这个封锁，要被制裁，他们也想要搞一个自己的，但是那个比例很少。可是你就发现到这一次的一带一路整个来讲建构在一个说以中国为中心，要围起来旁边的这些国家，揪引它的大计划。的同时，那就是他想要突破美国的单边主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企图心，而且很值得观察。来，小新。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当
这个两面开战的时候，那美国它的压力就来了。那如果今天大家讲到两岸关系，那变成是第三方面的话，那美国能不能够承受得住？这个是刚刚赖委员讲到911哦，911是因为美国的本土境内受到攻击。那911之前，其实美国就已经对于中国大陆的国力上涨是有忌惮之心的。但是呢，他们虽然有忌惮之心，但因为911美国本土遭到攻击之后，也开启了奥巴马他继续的而且长期的在他的任内跟中国大陆合作。那所以一直到了下一任的这个美国政府上来之后，才等于说透过贸易的方式跟美国有一点算是翻脸，开始美中正式的竞争的这个角色。也就是说，当美国本土它受到威胁，或者说美国重要的盟友受到威胁的时候，他必须转过头来，他可能要跟中国大陆维持一个比较友好的关系，那才能去稳定全世界的这个局势，避免让美国它在多面开战的情况之下，反而损伤到自己过多的元气。所以我认为这一次那他们美国认为说是中俄在偷笑，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是美国来自于美国自己的压力，包含呢像现在以色列对于加萨走廊的一大堆的这些政策，其实虽然大多数的国家都说站在美国这边，站在以色列这边，可是对于以色列实际的做法不满的人非常的多，而且负面的意见、负面的反应也非常的多。多数的人是同情弱者，认为鸡蛋跟高墙，我们要选择站在鸡蛋这一边了。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这个作战，那是他们的事情。可是当很多加萨走廊的民众、巴勒斯坦的民众受到无端的波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以色列才是那堵高墙，而这些无辜的民众他们是鸡蛋，开始纷纷的选择站在这边，否则拜登也不用特别再去找以色列跟他们谈这件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以色列的事情会让美国它两边很烦的情况之下，可能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竞争关系又要暂时再放缓。振宇，其实你可以看到现在我认为啦，现在我们台湾对于美方的策略真的要评估一下，因为民进党一直告诉我们不要有以美论，但是当美国开始在转变他们策略的时候，你要很清楚知道，包含到乌俄、以巴，现在它的整个顺序，美方的重心绝对是以巴、乌俄，最后才是台海。那如果现阶段你可以看到，为什么中国必须要去找普丁来去拉拢，目的就是要去呈现一个。现在中国不再是纸老虎喽，美方他们已经转方向，中国要释出的是什么？我跟你美国是站在同一个国际领导人的一个高度之上，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现在有一种趁虚而入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你可以看我们上一段讲到说以巴战火或者是以哈战火，无论是以巴还是以哈，本质上基本上就是中东的国际事务。但是当伊朗等反美的势力同时介入的时候，那这时候以巴战争有没有可能变成是区域之间的冲突？在这时候，对于美方来说，以色列的事情绝对是美国的家务事啊。所以说，在这一块，到底台湾现阶段对于整个我们的台海局势，到底有没有在开始转动？我觉得台湾的不管是现在的小英政府，或者是2024的总统参选人，你一定要去评估现在国家的利益到底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角度上面。所以千万不要因为现在美中之间他们之间角力跟台湾没有关系，不要忘记了他们的顺序：以巴、乌俄、台海这3等顺序。如果这样下来，台湾永远都会是被忽略的那一环。那郭委员外国媒体问了说10年的一带一路，习近平的中国梦是越近还是越远？他成功了没有？不，你如果要讲那个全球的崛起，这当然是事实啊。而且中国大陆一带一路不是空的啦，比如说 RCEP 就是产物嘛，然后中东海湾国家的那个经济协议也是产物啊，还有非洲的联盟，那现在也进入南美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广义应该是因为它本身是基建大国啦，然后它需要巩固全球的能源购买嘛，所以它就要把基建、贸易整的都要弄出去嘛，要有一些，所以它国家跟这些国家建立关系的同时，它的经贸也发展起来。比如说像现在跟141个国家是最大贸易伙伴啊，这个跟一带一路当然有关系啊，所以你很难用单一的去评估啦。比如说你刚刚讲到可能会缩小规模因为有人估计它大概20%变成坏账，可是这个很多原因不是他能控制的
有的是当地政府的问题，就贷款给人家变坏账，对啊，这很可能啦。对啊，老美以前贷款给很多也都变坏账，美国以前也是拉丁美洲就算了，不要收了，所以他就要精准贷款呐，这个他可能未来会做更多评估，这样。就是我们通常看到就是看一些大国啦，欧洲啦、什么日本啦这些大国，其实全世界国家很多，差不多将近200个，就是说很多国家，比如说这是俄罗斯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支持他有80几个国家，对啊。就是很奇怪，去打乌克兰，怎么有80几个支持他？虽然他没有当选。这次“一带一路”第3届峰会去参加了有143个人，很多国家平常也不太讲话，不太表态。对啊，表态其实声音比较大，就那几个主要国家。老沈，回答你的问题了，就是考量这个千百年来积弱不振的中国，竟然也有没有千百的，就百年了，100年了，千百年没有千了，百了，满清末年才这样了。康雍乾很强，然后明朝马克作用，对啊，康雍乾很强，我几千年了，老沈对他来讲1000年一晃就过了，好了。当然是啊，你们就是历史的长河这个观念没有建立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今天他可以搞一路一带啊，你说他坏话的话，他是好大喜功；你说他好话的话，他是雄才大略啊。那现在因为全球不景气的话，大家就债务啊也拖累当地国，也拖累背后的老板。但是呢，你平心而论，如果老共不去的话，这些国家一路还在穷啊，现在不管如何，不管后面的债务要怎么善后啊，它毕竟在某种程度得到开发嘛。那这个其实跟修习底德陷阱有关系了，因为习近平一直给老美讲啊，太平洋够大，我们足够2个人游泳。但是老美一直说，你要游泳可以，你应该要在低岛链的里面以西。才可以，那个是什么？那是只准小孩游泳的浅水区啊！那现在老公说好，太平洋算你强，那我往的后院，甚至到你的后花园的拉丁美洲、南美洲，甚至大家来比赛南半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平常心讲，中国跟美国如果没有无限制的举债，其实2个都没有用，2个都做这些都是说都是靠债务啊。你看美国17%的医疗费用啊，多少钱花在利息的给付上，多少钱用在国防，这3样扣掉以后，美国存不多少钱呢？这是本方好看头，碰风水给太无吧。美国你在，那中国也好不了到哪里去，对不对？但是所有这些强国，我们这些小国，其实不要看到他就觉得他很伟大，他一点都不伟大，他印钞票来的，对不对？所以我跟美国啊要适可而止。老共呢，我以前见王毅的时候，我就问他一句话，他没办法回答我。我说为什么中国兴起来以后交的朋友都是让你受累的国家，像北韩啊、俄国啊这些，拢名声不好，民主歹看，个无钱，个拢要拖死你为什么更高都交这些朋友？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无言以对。有钱的朋友不需要我嘛，没有钱朋友才需要啊。实际上老美那时候有好像对“一带一路”不满了，那很多国家就讲说，那你就美国借钱给我吧，你美国又不借，你还不准他借我，就变成这样嘛。事实上，老美以前也援助一些国家，很多都变成呆账。巴西啊，很多后来都算了，尤其很多那个拉丁美洲国家后来就都。我举一个例子啦，因为《华尔街日报》就盯着那个辽国啦，就老挝来做 case 啊。中老铁路总共花59亿美元，那中国援助就包括贷款跟持股啊，37亿美元。这个在世界银行绝对贷不到啦，因为世界银行大概10亿就到顶了啦。那你说这个国家需不需要盖铁路？它完全封闭的内陆国，那你不盖这个铁路，你怎么出去？这个就是两难嘛。结果他现在当然要还铁路的债啊，那就是负担很大嘛，就是这样啊。徐小姐回来。